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随时迎接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悲恨浓张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载着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协商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不想活就算了，不要害死别人呐！世强，你到底去了哪里啊？干嘛那么紧张？我现在不是出现了吗？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，连金娜也没办法联络你啊。你第一天认识我，你应该知道，在我创作的时候是没人可以找到我的。果然熬夜熬到没有声音。新小说完成了吧？这次又有个怎么样绝妙的书名啊？就叫杜莎。那个赵世强躲了那么久，连他太太基娜发生这么大件事他都不知道，你说是不是很可疑啊？欧阳，你脸色很差，可能昨晚睡不好。赵先生，你们是？基娜是你太太，她涉嫌2宗谋杀案，我们需要请你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你说什么？你和楚良辰，也就是 Leo 有什么关系？谈不上朋友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的交情只是建立在交易的关系上。怎么说呢？我当时在筹备我的新小说，主要人物是一名男妓。为了了解他的职业，我主动去找廖，跟他达成协议，我出钱，他提供资料。你们认为我和廖会有什么关系？在廖恩死之前的1个礼拜内，你用你太太注册的手机打了很多次给他。你联络他除了拿资料，没有其他目的吗？我只是跟他确认资料的准确性，还有问一些问题，没有其他目的。可是根据你太太的口供，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好像没那么单纯。我和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。难道他认为我是同性恋？ Gina 说，她曾经看过你和 Leo 好几次去酒店开房过夜，而且你们2个有亲密的互动。我没有这么做，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说不定他是认错人了。你对你太太干下2宗命案，一点都不知情。我在创作小说这个期间，把自己关在度假屋，完全没有跟外界联络，根本都不知道 Gina 发生了什么事。 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去阻止他。他的老婆竟然会因为误会而杀人，未必是误会，
这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如果不是我，君娜一定不会杀人，他一定不。赵先生，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，谢谢你的合作。我有个要求，我想见见君娜，可以吗？为什么这么傻？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不，是我自己傻，自己钻牛角尖，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为了写小说，我完全投入另外一个世界，根本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。你会变成这样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我太自私了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现在要追究到底是谁的错，也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我太太，我最亲的人。谢谢。我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说出这种话，我是真心的。我知道，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啊，不要再为了写小说而废寝忘食了。很少见到女生像你这样的，我怎么样？家里东西那么少啊？我不喜欢收藏垃圾啊。你是说我家里在收藏垃圾吗？对啊，尤其是你收的那一大堆照片。哎，我那些照片有70%以上是你的哎。你几时有这么多我的照片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都是大学时期偷拍的。原来你这么变态的啊。哎，你不能怪我啊！大学时期你可是冷面女王，刚开始的时候我连话都不敢跟你说，我只能够从远处偷偷的看你，偷偷拍。还好没有被我抓到，否则是要帮我收拾。对了，Gina 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已经证实他是2宗谋杀案的凶手，我们已经结案了。妒忌是一个很可怕的情绪，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妻子变成一个杀人犯。说不定我嫁给你以后啊，可能为了妒忌而杀死你。你是对我没有信心啊？我会这么说吗？小倩，我知道你因为父亲的关系，对婚姻抱着悲观的心态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努力让你幸福。说是吧？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喂。是吗？这样子啊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小倩，法医院临时有事，我要回去一趟。你去吧，我自己来。跟踪他已经好几天了，没有发现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你为什么怀疑他呢？我去了赵世强住过的度假屋查过，当时有服务员看到他离开过房间，这证明了他写小说时并不是完全的与外界隔离。那如果他在案发期间离开了度假屋，他不可能对他老婆杀人的事一无所知。赵世强隐瞒这件事，很可能跟命案有关。我觉得这整件事并不是那么简单。
哪里？在办公室啊。喂，喂，小倩，你还在吗？我在。他会有事吗？没事，你忙你的吧。那好，待会再联络你。安小姐，你是来找胡医生的？对啊，他今天请假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来给他 surprise 的。对啊。我知道一个好地方，你可以把礼物放在那里。什么地方？胡医生有个专用的 locker。对不起。看来赵世强跟李用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。回来了，哎，累死我了。Simon 有事不能来上班，法医院又来了2具尸体，我只好代替他进行解剖。忙得我没时间跟你回电，对不起。哎，怎么跟我离开之前没什么差别啊？怎么收拾这么久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留给我做，对不对？啊？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我知道我应该给你回电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啊。你真的生气了？你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啊！到底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收拾吧。真的没事吗？真的没事。进行的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看完赵世强的所有小说，发现他写的故事情节都很逼真，似乎都像是他经历过的事情，又或者是他身旁人的亲身经历。Angel， 你不是只忙着看小说，而忘了自己该做的事吧？当然不是。Judge 怀疑的没错，赵世强不可能对 Gina 杀人的事一无所知。我甚至怀疑，他可能和命案有关。有实质证据支持你的说法吗？没有。不过，很快的，我们就会知道了。我必须再提醒你，一定要有很确凿的证据，我们才会去执行制裁罪犯的工作。这是 Dragon Tooth 最坚持的守则。知道了，我一定会拿出证据给你们看。
温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不会想再见到我。之前有被一些事困扰，所以才会对你有些不礼貌。我为上次的事感到抱歉。没关系啊，我猜你应该不是专程的道歉吧？我想谈谈你的小说。想不到温小姐对我的小说也有兴趣啊。我看完了你所有的作品，这才明白你的成功不是偶然。谢谢你的称赞。那本叫《忏悔》的著作，应该说的是你哥哥赵宝强的遭遇吧？不完全是，不过当然，我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。罪孽深重的罪犯寻找精神科医生的帮助，但最后却在医生的布局下自杀身亡。你似乎还是不相信你哥哥是自杀死的。没错，我甚至怀疑他的死跟你有关。不过我相信我哥不是你杀的。为什么？杀人一定要有动机，而我哥的死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，所以他不是你杀的。不过我倒希望凶手是你。因为这样故事才会好看。没错，所以《忏悔》这本小说才有现在这样结局。我猜想你创作的灵感都是来自于真实个案，很多精彩的故事都是来自于真实的体验，这是我创作的座右铭。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个目的的，想提供你创作的灵感。是吧？我欢迎你的建议。这是我一个病人的资料，他叫 Austin。请问你有听过催眠治疗法吗？听说过，不过对这方面不是很清楚。简单来说，催眠可以让人和自己的潜意识沟通。我通过催眠的方式，让 Austin 进入他的潜意识里，结果却意外地启动他的前世记忆。不是吧？那你怎么确定那是他前世的记忆呢？我把整个催眠的过程都录了下来。是个日本女人。她有跟你说话吗？お前が毒を入れたのか。お前は本気で私を殺す気か。裏切るなんて信じられない。殺してやる！殺してやる！这是怎么回事 ？Austin 从来没有学过日语，却在催眠状态下说出一口流利的日语。后来 Austin 很确定自己的前世是个日本武士。那刚才他说了些什么？他看到的日本女人又是谁？他是在说，原来下毒的人是你，你竟然想杀我，而那个日本女人就是他的前世妻子。后来 Austin 也很肯定地说，他现在的姐姐就是他的前世妻子。那怎么证明他说的是真是假？无法证明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在1个星期前 ，Austin 的姐姐突然暴毙，死因不明。你怀疑 Austin 杀了他姐姐？我只能说到这里为止。你觉得我这个创作点子怎么样？很有趣。不过，为什么你愿意提供病人的资料给我？这好像已经违背你的职业守则。很简单，我要你小说版权费的30%。原来是为了钱。温小姐，你还真让我出乎意料之外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。对你来说，创作小说是你的一切，而我只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金钱保障。如果你需要时间再考虑的话，我可以等。不用了，我接受你这个交易。那我们约个时间再见，到时我会给你详细的资料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期待跟你合作成功。
进来。没的，你找我。坐。有什么事吗？再过1个月，你要正式退休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23年了。其实我希望你可以延后你的退休日子。我知道这个要求对你来讲很不公平，只是我们现在才对聋哑组织有一点头绪。我不想新来的同事因为默契不足而影响我们追捕聋哑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，直到我们铲除聋哑为止，可以吗？如果在我退休之前呢，能把聋哑组织给消灭掉，也是我的光荣。谢谢你，秘书。哎，欢迎你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看了过后有什么感想啊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精神科医生竟然是受害者，一直到最后才知道为什么他要杀死那个罪犯。这个结局真的很棒。那个强奸犯，这个洛生把强奸犯的那种懊悔、愤恨和恐慌的心情啊，描写得太逼真了，我差点以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奸犯。真的那么好看吗？当然好看啦，借给你啊，我保证你叫好。大猛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觉得那个强奸犯形容的好像某人。像谁啊？赵宝强。赵宝强，赵世强的哥哥。小说里面到底说了什么东西啊？主角是一名强奸犯，他一直在忏悔自己做过的罪行，最后精神失常，进了精神病院。终于在医生巧妙的布局下，这个强奸犯给杀了。赵宝强恰好也是个强奸犯，当时赵世强坚持他哥哥不是自杀的。我猜想他可能在小说里把自己的猜测全部都写下来。你是说强奸犯被精神医生杀死的情节？而且我怀疑，他所指的精神病医生是在影射婉柔。你还在怀疑赵宝强的死和婉柔有关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不想怀疑的。可是赵宝强死之前呢，真的见过婉柔，而且短时间内自杀，你不觉得很巧合吗？赵宝强坠楼的时候，你和婉柔在一起，那你说来听听，婉柔怎么杀死赵宝强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小说始终是小说，里面一定有很多是赵世强加入的个人想象。我们去看看他的小说，说不定会找到什么线索。两位警官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小说的内容公开。不需要那么神秘的，我可以告诉你小说的内容，是关于一个南极的故事。你怎么知道？而且呢，还牵涉一宗情杀案，对不对？这小说的主题比较着重于描写两个男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啊。小说稿可以给我看吗？温小姐，我去接触你的病人 Austin 后，确定他从来没学过日语，甚至对日本文化也不熟悉，所以我相信他当时的确是在催眠状态中，而且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你几乎不太相信有前世今生这回事。不完全是，身为一名小说家，我必须对任何的事件都保持开放的态度，这样我的创意才能天马行空。其实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类似的真实个案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找给你看。不用了，虽然这个病人的个案很有趣，但是我不打算写他的故事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其他的个案可以提供给你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与其写别人的经历，倒不如写自己的。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我要你帮我进行催眠，带我进入前世的记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要写自己前世的故事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难得这个机会，让我去探讨到底是否有前世这回事。我怎么可以失去这机会呢？那好吧。你感觉到自己很累，你很困了，你可以感觉到自己全身已经放轻松，感觉到自己已经慢慢的浮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3天前，你看到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完成了新小说，
终于完成了，要把稿件交给出版社。好，我们再往后倒退，去到了3个星期前，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君娜她来找我，她跟我说她杀了廖，她很慌张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你怎么告诉他？我跟她说，不要怕，别紧张，这件事一定有办法解决。怎么了？已经身经百战了，还会觉得紧张吗？我哪有紧张？你的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我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有下一本小说的题材。这么快？我想现在应该是我创作生涯里的高峰期。赵先生，你怎么会来这里的？那天我说过，当你经过深度催眠之后，3天内都会有一点精神恍惚的感觉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没事，谢谢你特地来问候我。我来找你是要让你放轻松，然后以最佳的状态出席这个发表会。谢谢。别担心，我知道你需要安定自己的情绪，让我带你进入一个平静的世界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成为一个传奇小说家，今天是你最好的机会。记得，当第一个闪光灯闪起的时候，就会跟着我接下来的指示，分毫不差地执行我的指令。欢迎大家特地来出席洛生的新书发表会。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很期待这部新书的诞生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悬疑小说之王洛生。谢谢。洛生，我们来谈谈你的小说吧。洛生，杜莎，杜莎是一个执念，是一种强烈霸道的感情。我想写的不是情杀案，而是一段被扭曲的爱情故事。大家可以开始发问了。洛生先生，我们都知道你喜欢用真实的事件来改编小说。当第一个闪光灯闪起的时候，你将会依照我接下来的指示，分毫不差地执行我的指令。以前我都是以别人经历来写故事，虽然可以写得很逼真，但我总觉得好像还缺乏一种感觉。那一种就是亲身体验的真实感觉。所
所以这一次的小说里，都是我的亲身经历。你所说的是否跟你太太 Gina 最近所发生的谋杀案有关？没错，这整件事都是我一手策划，明朗发生，可以说是我造成的。这是宣传的新花招吗？罗生先生，请你详细的解释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。当我开始构思杜莎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已经打算把我自己和我太太带入小说里的角色。为了了解一个同性恋者的生活，我故意去认识廖，甚至让自己爱上他。你和廖有同性恋关系？我刚开始只是想了解同性恋者的心态，怎么知道，却发现自己竟然对廖产生了感情。我还故意让 Gina 知道。我投入太深，分不清什么是现实，什么是小说的世界。或许我真的是爱上廖。骆先生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现在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要 Gina 产生妒忌，甚至故意激怒她，暗中观察她的反应。结果，她在机缘巧合下杀了廖。当他把误杀廖的事告诉我的时候，我知道杀人凶器是门林德遗失的刀。于是，我暗示 Gina， 让她知道现在有一个脱罪的办法。Gina 依照我的提议，上门去找门林德，说他们都是廖的受害者，暂时取得门林德的信任。进来吧。走。然后 ，Gina 把现场造成像是门林德自杀的情景，留下了凶器，目的是嫁祸给门林德。难怪当时 Gina 不要说出杀人过程，原来是不想连累你。为了创作最真实的小说，我牺牲很多，但这都没关系。我最不应该的是把我太太牵扯进来。Gina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对不起你了。说赵世强的伤势严重，已经宣告死亡。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
我当时也在现场，可是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这么做。我想正常人应该不会这么做吧？你才不正常啊！我看他一定是被人威胁，然后才被逼这么做的。其实没有人明白赵世强心里在想什么。他为了创作小说，连他自己老婆给陷害，他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？我还是不相信他会突然间精神失常。大家刚才有没有发现到，在整个发表会上，赵世强表现得有点精神恍惚，不像是清醒的状态下说话。这点我觉察到，他的情况有点像中邪。哼，你们会不会夸张一点啊？不是说他中邪，就是说他发神经。我怀疑他是被人催眠。催眠真的那么厉害的？不知道。婉柔对这方面有研究，我会去问问他。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件事跟龙牙组织有关系啊？有可能，也像龙牙会做的事。不过这次他们选择让赵世强宣布自己的罪名，然后自我了断的行为，比以前高调。这个龙牙组织啊，无孔不入啊，现在还搞什么催眠术，邪门。我也是觉得他们越来越神秘恐怖。不管那龙牙狗牙的，大家都是人，人就弱点。我总有一天要扒光他们牙齿。名小说家赵世强，笔名洛生，今天在他的新书发表会上突然当众自杀，离奇死亡。同时透露他和之前的2宗谋杀案有关。目前警方并没有透露详细的案情，对此案 Angel， 恭喜你首次成功完成任务 ，Well done。谢谢你，这次的行动很顺利，终于可以让大家知道赵世强的真面目。赵世强为了创作小说，说摆 Gina 犯下谋杀案。我们现在也让他受人摆布下死亡，这一切很吻合我们以牙还牙的理念。像赵世强这种伪君子，本来就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。希望你以后善加利用自己的能力，帮助龙牙一起进行改革，好好加油。我现在终于发觉自己的存在意义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让我有个重生的机会。Long live the Dragon Tooth。Carrie， 这是明天要送出去的文件。哦，好。吴医生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请问有什么事？你昨天下午到过哪里？我需要向你汇报我的行动吗？我在赵世强的新书发表会看到你。你认错人了。我不可能认错人。你这种自以为是的自信，真的很令人反感。算了，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那么多，我还有事要做。婉柔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放手。婉柔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们只能当朋友。如果你要越过那个界限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做。你为什么要逃避我呢？你为什么要逃避我？难道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。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我放不了，我放不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到处都是你呀！我所有开心的回忆全都是你，就这么放得了？我做不到啊！放手！对不起，我每次看到，就会让我想起我是怎么失去我的家人。我不想再想起那些痛苦的回忆，可是你却偏偏的一直在提醒我，要我去面对你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
上3名罪犯，然后所用的吗啡是同一种成分。上次解剖 Ryan 后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胡医生的助手？不是，不过当时胡医生是单独进行解剖的。为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他坚持要这么做。谢谢。你怀疑我？屈布尔曾经认识 Ryan， 所以你就怀疑我？这不可以是个巧合吗？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警察，而是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或许这个社会需要像 Ryan 这样的制裁者，才能够让罪犯在干案时多一层顾虑。记性注定像个刺青，刺激内心，一度沉睡的旧感情，如此不安定。牵着你的左手，你右手悬空，仿佛是有所保留。握着你的右手，你有话不说，隔了层沉默，你慢慢梳理我。无声的背叛，原来失去是那么简单。你是你要的，为何变成一个陌生人？